Welcome back to the BRPD channel. 很多人买相机之後，第一反應都是升級鏡頭、升級麥克風、升級穩定器，但拍得越久，越覺得有一類東西其實一直被低估，就是濾鏡系統。因為濾鏡聽起來太簡單了 ，ND、CPL、黑柔，好像買一片裝上去就完了。但真正到拍攝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很多畫面不高級，不是因為你的相機不夠好，也不是因為你的鏡頭不夠貴，而是你對光線、反光和畫面質感的控制不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BRPD 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聊老朋友鐵頭的順鏡磁吸濾鏡系統，但我不想把它講成一個簡單的濾鏡開箱，也不想只告訴你它有 ND、有 CPL、有黑柔和磁吸結構。這期真正想聊的是從換鏡到順鏡，鐵頭其實把專業濾鏡系統變輕了。之前我一直在用鐵頭的換鏡遮光燈，那套東西給我的感覺很明確，它會讓一台普通相機迅速進入一種更專業、更像電影機的工作狀態。你把遮光斗裝上，濾鏡掛上，整個機器的氣質就會立馬有變化。那個時候你會覺得今天我不是隨便拍的東西，我是要認真的拍一個片子。換鏡給你的是一種很強的創作儀式感，但這次用到順鏡，我的感覺不太一樣。它沒有換鏡那種特別強烈的電影機形態，也不是那種一裝上去就讓機器變得很誇張、很專業的設備。它更小、更輕、更日常，也更像是一個你真的會一直放在包裡，出門拍攝時隨手帶上的東西。以前我需要的是一套讓相機更像電影機的裝備，現在我更需要的是一套隨手就能用、每天都可以用得上的濾鏡系統。這也是順鏡最值得聊的地方，它不是替代換鏡，而是把鐵頭原來那套偏專業、偏電影機化的濾鏡思路拆成了更適合日常創作者的輕量版本。很多人會問，普通創作者真的需要一套濾鏡系統嗎？大多數朋友剛開始拍視頻的時候，總覺得濾鏡是專業電影人、紀錄片攝影師、商業片團隊才會認真研究的東西。普通創作者買一片 ND， 偶爾上個黑柔，好像也就夠用了。但拍攝的越多，越會發現，創作者和成熟影像工作者之間，有時候差距不在相機，也不在鏡頭，而在於現場畫面的控制能力。第一件事兒就是控制曝光。白天戶外拍視頻，你想保持一個比較自然的視頻快門，比如1/50或者100%，這個時候你要麼把光圈收得很小，畫面景深就會變平，要麼你把快門拉得很高，運動感就會變得很怪。這時候 ND 就不是一個讓你看起來很專業的配件，它是讓畫面回到正常視頻狀態的工具。說人話就是它讓你在強光下還能保留大光圈，還能保留自然的动態模糊，還能讓曝光更可控。你不是為了裝濾鏡而裝濾鏡，你是為了讓畫面別失控。第二件事兒是反光控制。你拍車、拍玻璃、拍水面、拍城市橱窗的時候，很容易遇到一個問題，主體明明不錯，但畫面就是髒。這時候 CPL 的價值就出來了。很多人以為 CPL 只是讓天空更藍或者風光攝影才會用到的東西，但對視頻創作者來說， CPL 真正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幫你在現場壓掉一部分不想要的反光，讓畫面更乾淨，層次更明確。第三件事兒就是質感控制。現在很多相機和鏡頭都太銳、太清楚、太硬了，這當然是現代設備的優勢，高解析力、高銳度、乾淨畫面都很好。但問題是，當所有東西都太清楚的時候，畫面反而容易有一種數碼感。但黑柔不是為了讓畫面變糊，而是給現代鏡頭降一點火，它讓高光邊緣更軟一點，讓反差沒那麼硬，讓畫面更舒服一點。你不一定要很誇張的柔光效果，但一點点柔化的確會讓畫面的氣質發生變化。所以當 ND、CPL、黑柔這三件事放在一起，它就不再是一堆濾鏡，而是一套日常視頻創作者的畫面控制系統。ND 負責曝光， CPL 負責反光，黑柔負責質感，也就是大众所謂的電影感。這就是我覺得順鏡這套東西有意思的地方，它把日常拍攝裡最容易失控的3個點放進了一套更輕、更快、更容易切換的系統裡。磁吸結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式，解決的是每一次出门你都愿意带，因为换镜的感觉更像是今天我要認真的拍一個東西，我要把相機搭起來，讓它進入一個更專業的拍攝狀態。順鏡的感覺更像是今天我不一定要拍大片，但我依然希望
望每一段素材都在我的控制之內，盡量讓其完美。這兩個東西的使用心態是不一樣的，一個強調的是專業狀態，一個強調的是日常頻率。而對於現在的創作者來說，使用頻率真的太重要了。你不一定每次拍內容都會把相機搭得很大，也不一定每次都帶一整套很重的系統，但你依然會遇到光線太強、反光太亂、畫面太硬的問題。這也就是順鏡適合現在創作者的原因，他沒有把專業控制做成一個很重的系統，而是把它拆成了一個更輕、更快、更願意被你帶出去的方案。我覺得這就是它最大的特點。順鏡最厲害的地方不是讓相機看起來更專業，而是把 ND、CPL、黑柔這些專業的畫面控制變成了日常創作者願意隨手用的東西。這句話其實很關鍵，因為很多人買器材的時候會在意一個東西看起來夠不夠專業，但真正創作久了之後就會發現，最有價值的器材往往不是那個最有儀式感的那一個，而是你願意反覆使用的那一個。它會出現在你大量的日常拍攝裡，會讓你更多素材变得可用、穩定、舒服。順鏡對我來說就是這種定位，它解決的不是我要不要顯得專業，而是我能不能更頻繁地把畫面控制好，一個很實際的思路。如果你日常出门拍攝，我建議你不要把濾鏡想得太複雜，白天戶外先想 ND， 保證快門和曝光別亂，遇到反光面想一下 CPL， 把不需要的反光壓下去，夜景、燈光、人像、城市氛圍，如果你覺得畫面太銳太硬，再考慮黑柔，讓高光和反差变得舒服一點。這個邏輯很簡單，先控制曝光，再處理反光，最後調整質感。當然順鏡這套東西也不是完全沒有取捨，它做的薄、輕、小，這是它能進日常包裡的原因，但同時也意味着它的操作手感不會像大尺寸遮光斗、大波杆濾鏡那麼爽。如果你在現場頻繁調整，尤其是趕時間的時候，它依然是一個更偏輕量化的方案。另外，高檔位 ND 下，嚴肅拍攝最好還是重新確認白平衡，或者後期稍微校一下。任何可变 ND 系統都不應該被神化，尤其是在高檔位複雜光線裡拍攝的時候，最好還是保持一點專業習慣。如果你今天要拍一個更正式的項目，需要更完整的遮光斗、更嚴肅的濾鏡方案、更专業的现场形態，那換鏡依然有它的意義。但如果你經常出門拍視頻，經常拍街頭、旅行、人像、產品、城市 Vlog、小型商業內容，那順鏡可能反而更接近你的真實需求，因為它的重點不是讓你在所有方面都變得更專業，而是讓你在更輕的狀態下依然保留對畫面的基本控制。從換鏡到順鏡，我覺得鐵頭做的不是一次簡單的把產品變小，而是把專業濾鏡系統往日常創作裡推了一步。換鏡給的是儀式感，順鏡給的是使用頻率。而對於今天的大多數創作者來說，後者可能反而更重要，因為真正決定一套裝備價值的不只是它在專業场景裡有多強，而是它會不會被大多數人帶出去，會不會被真正用起來，會不會在每一次普通的拍攝裡出現。這就是我這次使用鐵頭順鏡之後最大的感受，它不是一套只為了看起來更專業的濾鏡，它更像是一套日常創作者開始認真控制畫面的工具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依舊，如果你有什麼不懂、不會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我們下期見。